我知道打劫的地方在哪了，明天你们就按照我的计划。 这就是破天朱雀宫啊，好像是幻雪神山的花园一样。幻雪神山南方护法，蝶彻公主恭候大驾。朝阳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叹息墙的传说？有。母亲您曾告诉我，叹息墙上封印了一位绝色美女，她是我们千灵聚落史上最强的乐师，她的琴声可以抵挡千军万马，自然万物也为之动容叹息。赤练女王一直在寻找叹息墙的下落。 我们都以为是传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好强大的灵力啊！我是幻雪神山南方护法破天朱雀公主蝶彻，欢迎您到来。真是的，你们看够了没有啊？面对这样的对手，这可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哦，我是说他灵力太强大了。 良辰美景，琴瑟和谐，何必兵戎相见呢？蝶彻公主，你是否愿意放行，让我们去见渊姬？要我放行有何难？只要兵王您愿意归顺渊姬尊主。渊姬杀了我的母亲，王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怨。 而是整个王族的存亡，这一点，我相信朝牙一定懂。朝牙，你一定记得黄阴族的精灵们吧？因为你一时的判断错误，鳄鱼族叛乱，黄阴族因此遭受了灭族之灾。这个挫伤无辜的遗憾，一直是你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 幸好公主出手，将他们带回了幻雪神山，用幻雪湖的神水救回了他们，让他们在这里定居，他们才能过上
和平快乐的日子。蝶彻公主，谢谢你。你不必谢我，你应该感谢渊纪尊主。渊纪尊主讨厌战争，讨厌杀生，我们乐见所有生灵和平共存，所以我能得到强大的灵力，让我可以守护在神界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说渊纪这个魔头，讨厌战争，讨厌杀生。我说大美人儿，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！正是因为渊纪滥杀无辜，残暴不仁，我们的先祖才离开了幻血神山。你们的先祖确实跟渊纪尊主有点误会，以致背叛尊主，试图创建新的神界乐土。可万年以来，冰火两族各不兼容，三界征战不断，无辜被害生灵不计其数，还不如让渊纪尊主取得引联，让各族重新回归，由尊主一统三界，所有的族民也得享平安喜乐的生活。你不必马上拒绝我，可以仔细想想。反正朝牙一定想跟他自己的母亲重聚天伦。你们何不住下来，休息一下再谈？食物和酒都没有毒啊！还不能吃，餐具杯盘还没有检查，说不定就在当中动了手脚。我不用。你呀，我是熊嘛，我饿了就得吃啊。我觉得赤练真是奇怪，对朝牙不冷不热的，对蝶彻却比亲生女儿还要亲。赤练女王从来都不是一个慈母，她对女儿要求很高，也很严厉。朝牙一直很努力，想要满足母亲的期望，期望得到她的爱。赤练女王一直很沉迷叹息墙的传说，做梦都想得到幻蝶琴技，也因此离开了她的女儿和子民去追寻，结果却一去不复返。赤练女王失踪以后，千灵聚落叛乱四起，朝牙临危受命。当时我出走了，辽剑没过多久，也被黑风囚禁了。他只能孤军奋战。黄鹰灭族的悲剧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朝牙一直引为罪疚。其实，如果他真的有错，就是错在他生在王族，错生为赤练的女儿。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是母亲的话，一定会处理得很好，大家都会很佩服你。自从我继承王位以来，我每天都觉得好累好累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女王的身份，对你来说太沉重了。母亲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我和千灵聚落的族民都需要你。当年我追寻叹息墙的下落，遇上意外，受了重伤，忘掉了一切。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记得。幸好是蝶彻公主感应到我正在找寻她，将我带回了这个幻血神山休养。她告诉我，旧的我已经死去，她已赐我新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并且告诉我，时机到了，我的女儿就会来与我团聚。母亲，现在时机到了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让我把王位交还给你。
我为什么要回去？在这里，我每天可以听到蝶彻公主的幻蝶琴声，跟万物合为一体。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。做女王多累啊，吃力又不讨好。朝阳，你为什么要独自苦撑啊？你也留下来吧。不，我们若是为了自己的轻松而离开千岭聚落，那族民们怎么办？他们还在等着我回去。傻孩子，就像公主所说，等冤祭尊主复生，万族一统，到时候就都是尊主的神灵了，哪里还有千灵聚落？又何谈千灵女王？你可以安心的嫁给辽姬，或者留下来跟我一起生活，每天无忧无虑的，不也很好吗？望，连串异象发生的时序是一路向西而去。我怀疑异象的源头就在东方的人界森林。人界森林，不就是传言赤练失踪之处吗？你去看看吧。请问，你刚才使用的是幻术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生来就有让植物开花结果的能力，大概这是我的天职吧。我叫卡索，是冰族的王。你是千灵聚落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千灵聚落，我没听说过。我只知道蝶彻她叫我迟墨。你可以直呼蝶彻公主的名字，应该跟她很熟。我想知道，你怎么了？迟墨哥哥，迟墨哥哥，迟墨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不用担心，我让黄透过来给他看看吧。不用了。黄透是神医族的主君，他的医术很高的。除了我，谁也救不了他。你还是帮我一起把他扶回我的寝宫吧。好。公主说迟墨已无大碍，请兵王不必担心，可以先回去休息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我想起来迟墨的披风还留在花园里面，我去把它拿过来吧。哎，不劳兵王，我去拿就好了。这基因如此精妙，只怕我这辈子都无法做出。原来你也曾为爱心碎。抱歉，从公主的琴音中，我也感受出你的爱意。相信公主一定很爱迟墨。如果没有迟墨，
我再也不会弹琴奏乐了。无情之乐，不过噪音而已。公主所奏之乐，是我听过所有乐声中最有情的。沉醉于我的乐声的，都是有情众生。你心里也有一个很爱的人吧？只可惜，他被冰封在无尽海底，所以他不能陪我一起欣赏公主的乐声了。如果你愿意归顺渊纪尊主，你所爱之人的命运就得以改变。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和最爱的人长相厮守。你是说，你们可以复活黎洛？生和死只是形的改变，就像蝴蝶由虫化身而来。只要你愿意，王，你心爱的人就可以破茧重生。朝雅，赤烈女王，您看见朝雅了吗？以前您不喜欢我跟朝雅在一起，可现在朝雅已经跟辽建成亲了，您为什么还是这么讨厌我？飞鹰，讨厌的飞鹰，万恶的飞鹰，你走开！你快滚！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卞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母亲看见我，就像看见鬼一样的跑掉了，还骂我。看来她还是记得以前的事情，不肯原谅我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母亲说她已经失去记忆了，连我都不记得了，怎么可能还记恨你呢？母亲在位的时候，是一个英明果敢的领袖，誓死捍卫我族不受侵扰，深受千灵族的爱戴。可她现在却弃她的族民于不顾，甘当奴仆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她明明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事情，那她为什么还记恨我？就因为我是英族的身份。唯一肯定的是，你母亲已经把蝶彻公主当成偶像，完全被她迷住了，对女儿也不管了。也难怪，蝶彻公主的琴技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万物为之叹息。我就是穷尽一生之力，也无法超越她的境界。他说，他的琴是为他的情人而奏的。他还有情人？对，他叫迟墨，样貌俊美，但看似身体有些虚弱。王，你确定他的情人叫迟墨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迟墨是我族一个恶名昭彰的罪者，是少数遭受极刑而被处死的族民。我听说过他的事情，可是他差不多死了得有1万年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卡索，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什么时候分一点你的元气给我？你这刚夺走亲人元气也没多长时间啊，这怎么又饿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多吸收些灵力才能长大呀。
你说你们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还不赶紧的去给我找一些元气来？要不我怎么变大呀？我们正在讨论正经事情，你能别吵？你自己出去，随便找个灵力来吸收好了。这里只有一个神，而且那个神那么强大，我不敢惹他。你是说，这里除了我们之外，只有一个神？对啊。那门口那些宫女呢？他们就跟我一样啊，是一个没有形体的灵而已。那我母亲，你看到的不过是你母亲的残像。哥哥刚才在梦中向我捎信，请大家随我入梦。他们都去哪里了？幸亏，别怕。星舅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凡界在东方的一个森林。之前千灵聚落发生了许多奇怪的异象，就是由此地而起的。真够恶心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魔蝶，它们平常以人或神的血肉为食，食其血肉。现在只剩下了不能消化的衣物。之前有人类失踪，我和兔精灵都被怀疑是凶手，难道也是魔蝶所为？很有这个可能。他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之前观察过他们，他们一到晚上就会成群结队飞向无尽海那边。无尽海？难道又和冤祭有关？王，你看这些蝴蝶是不是很眼熟呢？生和死只是形的改变，就像蝴蝶由虫化生而来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心爱的人就可以破茧重生。王，你考虑的如何？只要你愿意归顺冤祭尊主，你所爱之人就可以重生，跟你永远在一起。你说的永生，不过是无尽的堕落和永劫的地狱。什么意思？你利用千灵聚落的兔精帮你诱拐人类，然后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来喂养你的蝴蝶。等你的蝴蝶长大之后飞来这里，你就用幻术把它们做成人偶。蝴蝶朝生暮死，你为了维持它们的肉身，只能不停地杀生作孽。你果然继承了你先祖舍迷的智能，竟然能看穿我的幻术。她也是你虚造出来的吗？我的母亲在哪儿？赤炼一直都很崇拜我，想追随我。可惜他接受不了迟墨哥哥在我身边，
还说他是怪物，他怎么能这么说我的迟墨哥哥呢？我没办法，只好拿他喂蝴蝶，重新塑造一个合我心意的赤烈。你没事吧？母亲，母亲。乔雅，你看你母亲被我改造之后，脾气变得好多了，不会再给你压力，也不会再拆散你的姻缘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叶彻，你这个疯子，把我母亲还给我！朝阳，照顾好他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归顺我，要么我只好弹奏一曲，让你们长眠不醒。等一下！喂，这么精彩的演奏，不等你心爱的人一起啊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快放了他，不然我让你们生不如死！蝶彻公主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们。只要你打开封印，让我们过去，我们立刻就放人。蝶彻，难道我跟他一样，都是你造出来的玩偶吗？不，迟墨哥哥，你别听他们胡说。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每一次当我不舒服的时候，你都会召唤蝴蝶，给我治病。原来我不过是行尸走肉。为了我的存在，你到底要残害多少生灵？蝶彻，我不希望你为了让我活着而残害无辜的生灵。让他们走吧。你们走吧，封印就在叹息墙后面。王，我感应到了，封印果然在叹息墙后面。蝶彻。迟墨哥哥，迟墨哥哥，迟墨哥哥，蝶彻。迟墨哥哥，迟墨哥哥，快，大家离开这里，走，走。迟墨。
记得我学习暗杀术的时候，发现越是美丽的花草动物越是危险。看来神也是一样。蝶彻那个女人真是太狠心了。如果我是迟墨，我宁可灰飞烟灭，也不愿当她手中的玩物。迟墨能牺牲自己来救我们，可见他是一个善良的人。蝶彻会爱上他，足见他的本质也不坏。不知迟墨是犯了什么罪，竟要遭受如此极刑？而蝶彻又怎么会爱上他呢？我听族中的长老说过，迟墨是我们异族最大的叛徒，因为他想把我们异族最强灵月的秘密出卖给火族。蝶彻自小的幻蝶琴举世无双，他的造诣太高深了，族里没有一个精灵能配合他，能听懂他的琴音。他无法与和他不同音律的精灵共奏，于是他只好用幻术为自己的音乐建起了结界。而他多年来一直在他的琴音结界中孤独和寂寞地独奏着，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知音。总有一天爱会还原，终究不会那缱绻。之后冰火大战开始，当年的千灵聚落跟冰族结盟，要驱赶所有在千灵聚落作恶的火族族民。迟墨家族正是作恶的秘密首领，被揭发了，只得逃亡。蝶彻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不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走！站住！蝶彻！蝶彻！迟墨哥哥！蝶彻！迟墨哥哥！蝶彻！蝶彻！迟墨哥哥！蝶彻！蝶彻！蝶彻！据说，蝶彻连夜前往任雪城向当年的老兵王求情，但迟墨家族残害凡间生灵，罪不可赦。